在中國歷史上，為什麼開國皇帝大多都要誅殺功臣？因為他們知道，能夠替自己打下江山的人，同樣也有能力奪走江山。可石勒卻沒有這樣做，正是這個決定，讓後趙迎來了一個比外地更加可怕的人——石虎。石虎，上黨郡武鄉縣人，羯族，他的祖父是石貝協，父親石寇密早年去世。石勒的父親石州賀铸將石虎視為己子撫養。石虎善於騎射，驍勇善戰。光初2年，公元319年，石勒脫離漢趙之力，石虎為其征戰示範，開拓十三州疆域，累遷侍中、驃騎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爵中山公。太和元年，公元328年，石勒亲征洛陽，申請前趙皇帝劉曜至相國。次年，公元329年，斩劉曜，滅前趙，基本上統一了中國北方。太和3年，公元330年2月，後趙群臣請求石勒即皇帝位，石勒於是稱大趙天王，行皇帝事，立妃子劉氏為王後，次子石弘為太子，三子石弘為驃騎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大單於封為秦王，次子石輝為輔國將軍，封為南陽王，同時任中山公石虎為太尉、尚書令，晉中山王。石虎的兒子石遂為冀州刺史，封為齊王，石宣為左將軍，石挺為侍中，封為梁王。可沒有人察覺，在後趙盛世表象之下，一把淬滿利器的尖刀早已悄然抵住了石勒家族的命脈。石虎心中憤恨，私下對齊王石遂說道：“主上自從建都相國以來，端身拱手，坐享其成，靠我生膽見識。衝鋒陷陣20多年來，在南方擒獲劉越，在北方趕跑索頭，向東平定齊魯之地，向西平定秦州、雍州，攻克13座州郡，成就大趙功業的是我，大單於的稱號應當授予我，現在卻給了奴婢所生的黃口小兒，想起來令人氣憤。寢食難安，等到主上駕崩之後，我不會再讓他有後代活下去。”這裡與漢人政權不同的是，當時後趙繼承皇位的是太子，但是最要緊的軍權卻在大單於手中。那麼你覺得這時的石虎僅僅是想要大單於的位置嗎？建平4年，公元333年，石勒前往分水宮，隨後因病重回朝，召石虎、石弘入室盡忠。石虎矯詔，不許包括石弘在內的親戚大臣見石勒，使得無人知道石勒的病況。7月21日，石勒在西閣病逝，享年60歲，共在位15年，謚號明皇帝，廟號高祖。石虎當即在臨產前劫持了太子石弘，同時派兒子石遂帶兵毒死皇宮。曾經極力勸諫石勒除掉石虎的陳霞和徐光被當場抓捕並誅殺。石弘嚇得主動要讓位。石虎說：“君王去世，太子即位，這是禮儀常規。”石弘淚流不止，執意推讓。石虎怒聲呵斥：“如果你不能承擔重任，天下人自會按大道理行事，哪裡能事先就談論？”石弘只得登基稱帝，大赦天下。7月己卯日深夜，朝廷將石勒的遺體秘密安葬於山谷之中，以空棺遺冢安葬在高平陵。同年8月，石弘冊封中山王石虎為丞相、魏王、大單於。至於九溪領域，劃定魏郡等13座郡縣作為石虎的封地，由他全權執掌朝廷所有政務。石虎赦免了封地內的囚犯，冊封妻子鄭氏為魏王後，立兒子石遂為魏太子，同時對其餘諸子逐一紛紛授官。石勒在位時任用的文武舊臣全都被調任閒散無實權的職位，並將太子宮殿更名承訓宮，令太后劉氏及後宮眾人遷居於此。劉太后不甘心，她找到石勒養子彭城王石康商量，秘密聯絡鎮守領丘的南陽王石輝，起兵攻兗州，失敗後逃至谯城，於城父被石虎部將郭泰俘獲。石虎抓捕石康之後，讓人架起火堆，把石康活活烤死。9月，劉太后被殺，南陽王石輝被徵召回都城相國，與石弘一起幽禁在承訓宮。石虎殘暴的統治引發了後趙皇室內部的強烈不滿。
10月，駐守關中的河東王石生镇守洛陽的石朗一同起兵討伐权臣石虎。石生自封秦州刺史，派遣使者向東晉請降歸附。占據略阳的氐族首領符洪也自稱雍州刺史，向西依附前梁君主張俊，共同对抗石虎。而這裡的符洪就是前秦帝國的奠基人，前秦景明帝苻堅之父，宣昭帝苻堅祖父。石虎命太子10歲留守襄國大本營，親自率領7萬大軍攻打駐守金庸城的石朗，順利攻破城池，生擒石朗後將其處斬。隨後大軍揮師西進，奔赴長安，任命梁王石挺為前線總先鋒。石生派遣部將郭權率領2萬鮮卑部族兵馬作為前鋒，抵禦敵軍，自己親率主力大軍緊隨其後，駐紮在蒲坂一帶。兩軍於潼關展開激戰，石挺所部大敗。石挺與丞相左長史劉衛一同戰死沙場。石虎兵敗後撤至渑池，沿途戰死士兵的屍體綿延300餘里，戰況極其慘烈。然而意外出現了，彼時鮮卑部族暗中與石虎勾結，臨陣倒戈，突襲石生大軍。石生並不知曉石挺已經戰死，心中驚懼，逐自騎馬逃往長安。郭權收攏剩餘殘兵，退守至渭水灣道處駐紮。石生隨後放棄長安，藏匿於雞頭山中。部將蔣英堅守長安城池，抵抗石虎。石虎率軍攻城，斬殺蔣英，最終石生也被麾下部將殺害，其部眾全部歸降。郭權則率領殘餘勢力逃往隴右地區。隨後，石虎分派各路將領駐守千水、隴上等地，派遣將軍麻丘率軍征討符洪，符洪率領2萬戶部眾歸降石虎。石虎冊封他為光烈將軍、護氐校尉，負責管理氐族事務。符洪抵達長安後，向石虎獻策，建議將關中地區的世家豪族與氐羌等少數民族部落遷徙至關東，充實東部人口與疆域。石虎採納了這一建議，將秦州、雍州的百姓及氐羌部族10餘萬戶整體遷徙至關東地區。隨後任命符洪為龍驤將軍、劉明都督，駐守坊頭，冊封羌族首領姚懿仲為奉武將軍、西羌大都督，讓他帶領數萬部眾遷居至清河社頭。這場大遷徙鞏固了石虎對後趙的統治，卻也無意中培育了符氏、姚氏2大勢力，也為後來前秦、後秦的崛起埋下了伏筆。平定戰事之後，石虎率軍返回襄國，在境內頒布大赦詔令。石弘下詔為石虎修建魏台，規制完全效仿昔日魏武帝輔佐漢室的舊有典制。延熙元年（公元334年3月），石虎派遣部將郭敖、張武王石賁統領4萬步騎兵向西征討郭權。大軍駐紮在華陰。同年4月，上歸當地豪強斬殺郭權，歸降石虎。石虎隨後將秦州3萬戶百姓遷徙至青州、并州安置。9月底，石弘親自攜帶帝王印璽前往魏宮，主動提出將帝位禪讓給丞相石虎。石虎說：“帝王的大業，天下人自會有公義，為什麼自己選擇這樣做呢？”石弘含淚返回宮中，對陳太后感慨：“先帝的骨肉真的不會再遺傳了。”此時的朝中尚書上奏懇請石虎依照唐堯、虞舜的古制接受禪讓。石虎卻說：“石弘愚昧昏暗，扶喪無禮，應當將他廢黜，談什麼禪讓？”隨後，石虎將石弘廢黜為海陽王。不久之後，陸續誅殺石弘、陳太後以及秦王石弘、南陽王石輝等石勒子嗣宗親。至此，石勒一脈徹底絕世。石虎徹底掃清皇室殘餘勢力，自立為居舍天王。西羌大都督姚懿仲不滿石虎篡位之舉，托病不肯入朝慶賀。經石虎多次徵召，方才入宮覲見。姚懿仲對石虎直言：“大王是聞名於世的英雄，怎麼不輔佐遺孤，反而奪人君位呢？”石虎回應：“我哪裡喜歡這樣做？不過石弘年少，恐怕不能治理家事，所以代替他罷了。”
石虎忌憚其麾下數萬強軍實力強盛，反而對其加官進爵，以安其心。這體現了石虎隱忍的一面，同時也說明在當時16國亂世中，實力及話語權。建武元年（公元335年9月），為了擺脫舊都相國的地緣局限，石虎將都城遷至鄴城。在高僧佛頭城影響下，同時也利用佛是龍神的意識形態，反定胡人統治的合法性，並借僧侶免獄政策變相削弱漢人人口與反抗力量。石虎頒布诏令，允許境內各族民眾自由信仰宗教，佛教也因此在後趙境內廣泛傳播。建武2年（公元336年11月），石虎在襄國修建太武殿，又在鄴城大興土木，修築宮殿樓閣。太武殿規模宏偉，殿下開鑿密室，可住衛士500人。又在咸陽列北新建9座宮殿，廣徵民間女子入宮。關於宮人身着錦繡，學習星象騎射，還專門設立女太史，組建1000人女子騎兵，供其巡遊宴樂。建武3年（公元337年）正月庚辰日，太保裴安率500余名文武大臣為石虎進獻皇帝尊號。典禮期間，左校令陳公段所制作的一座10餘丈高的燈架突然發生意外，頂部熱油傾瀉而下，墜落至下方平台，致使20餘人遇難。石虎認為這是不祥之兆，勃然大怒，下令將陳公段處以腰斬。正月辛巳日，石虎效仿商周時期的礼制規範，自稱大昭天王，在鄴城南郊舉行登基大典，大赦天下。他重新冊封王后鄭氏為天王皇後，立太子石遂為天王皇太子。很多人只記住了石虎的殘暴，卻忽略了他的另一面，睿智、隱忍、狠辣。正因為如此，石虎最終掃清了所有敵人。可他做夢也沒想到，真正毀掉後趙的人，竟然就在自己身邊。你覺得會是誰？